2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正在经历人生中最紧绷的一个时段。那时候，我正在34岁的大关，公司在进行一轮新裁员，孩子升学、房贷压力都堆在了一起。焦虑之下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工作机器，手机24小时待命，生怕错过一条消息。为了搞定一个项目，可以连续熬2个通宵。为了拓展人脉，我还硬着头皮参加了一些并不喜欢的酒桌应酬，有时半夜才到家。然而，真正耗心力的地方远不止工作。我发现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自己开始暗戳戳地和身边人比较了。朋友圈刷到前同事出国旅行，心里会咯噔一下。都是同龄人，怎么他就有钱有闲，可以四处旅行？看到同龄人的孩子钢琴过了8级，演讲拿了冠军，也有点不是滋味。想来想去，越来越浮躁，觉得自己这个年龄混得不上不下，实在是拿不出手。最可怕的是，我渐渐丧失了享受闲暇的能力。任何不产出、不赚钱、不进步的时间，都让我产生了罪恶感。我贪婪地榨取着每一分钟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胃病不时发作，颈椎僵得无法转头，一场感冒害了2个月，往医院跑了好几趟。直到一个身心俱疲的晚上，我翻开了《放自己一马》这本书，作者的一句话惊醒了我：停止霸凌自己，停止站在外人那边欺负自己。那一刻，我才惊觉，比裁员、缺钱、不够体面等等现实问题更让我恐惧的，其实是不被认可。我怕自己在领导眼里不够能干，怕落后于同龄人，怕被人瞧不起，所以我拼了命地赚钱，掩饰自己内心的疲惫和空洞。而正是这份畸形的渴望，推着我不断透支自己，差点弄丢了生活。放自己一马中所描绘的，远不止诸如此类的个人困境。作者敏锐地指出，紧绷是一种时代病，一切的焦虑都源于一句话：你的心装得太满了，你太苛责自己了。你要求自己工作出色，可控制不了难搞的客户，不配合的同事。你希望能陪孩子睡觉、写作业、出去玩，可这本身就要占用很多精力。你还指望伴侣能像你一样上进，可有些人就是有他固有的生活节奏。你越期待他们能达到你的预期，你的痛苦就越强。与此同时，很多人还坚信人无法快乐的成长，必须经过熬煮的人生才值得一过。于是逼自己成了美德，放过自己成了罪恶。那么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就来了，当我们一切向收入得到看齐，那最后还剩下什么呢？银行卡上勉强安心的余额，还有一个越来越麻木的自己吗？要知道，当下如此辛苦，为的是以后能过得更好。可是，那个当下活得辛苦的人，他的片刻是幸福的呢？知名教授刘擎在一档节目中说，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色，我们很少承认眼前的快乐，我们都想要的是最终的幸福。等考上大学就好了，等找到铁饭碗就好了，等生了孩子就好了，等孩子出息了就好了，等退休后就好了。就像一头埋头苦干的驴，一辈子也吃不到眼前的胡萝卜。可那个最终的幸福究竟在哪里呢？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即使站在了顶峰，即使名利双收，人生依旧会充满痛苦。玛丽莲·梦露作为全球最性感的女人，一生都陷入极度的孤独和自我怀疑。罗宾·威廉姆斯
这位给全世界带来无尽欢笑的喜剧大师，自己却深陷抑郁，最终自杀。西方有一句谚语，到达山顶之后，只感到一片空虚。当一个人把名利当作人生的终极答案时，他的人生注定是痛苦的，因为幸福不属于有钱的人，只属于知足的人。在《放自己一马》这本书里，作者丛飞讲了一个故事。工作不久，他到英国参加一个专业培训。来之前他满心欢喜，到了之后却是备受打击。因为同行的中国人大多家世优渥，海外留学，操着一口流利英文，谈吐得体，而作者在其中则显得太过平庸。他英文沟通能力很差，听专家讲课如听天书，家庭条件也一般，就连前来的学费都是省吃俭用狠下心来交的。因此这趟旅程他把自己绷得很紧，他害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，于是就尽可能不跟人交流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极度恐惧浪费了这笔钱和机会，于是逼着自己用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学习。专家讲的每句话他都试图记下，哪怕根本不重要。小组讨论时他沉默寡言，下课后脑子却在疯想别人会怎么看他，自己是不是拖后腿了。结果呢，这趟本该开阔眼界的旅程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精神酷刑。直到后来有一天，他翻看当时的照片，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。他本可以沉浸地体验伦敦的风土人情，和优秀的人交朋友，本可以放下心防，享受当下，但却因为沉浸在我太差的想法里一无所获。那时候他才猛然惊醒，毁掉这段体验的不是客观上的差距，而是自己的内耗。如果一个人的心是局促的，他眼里的世界也就暗淡无光了。讲完这个故事后，作者在书中写下一句话：你所谓的足够好，其实谋杀了你的生活。生活中的很多人正是这样想的。我们总以为收入到了一定程度后才配得上好好生活，总以为足够优秀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，于是把生活本身当做了考试，一辈子都不敢松懈。父母不经意的一句评价破灭了你的欣喜，领导一个无意味的眼神让你心神不安2-3天，朋友圈的分享照片也成了暗中攀比的砝码。我们害怕不如别人，最终在恐惧中谋杀了一段又一段本可以丰富鲜活的时光。正如书中所指出，没有一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来得更猛烈。或许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，不在于他达到了谁的标准，而在于他开始有能力构建自己的评价体系。意识到把自己逼得太紧后，我根据书里的建议做出了3点改变。第一，我开始降低期待，允许一切失控。我意识到凡事都会有失败成本，因此不再强求结果。工作上，我尽力做好过程，但对升职加薪不抱执念。对孩子，我给予陪伴和引导，但不再焦虑他成绩高低。在关系里，我真诚付出，但不强求对方也能热烈回应。我像一位专注的园丁，只负责浇水施肥，至于能开出什么样的花，交由时间和命运。第二，我开始允许生活有空白和浪费。我开始在日程表上刻意留白，这段时间不安排任何有意义的事，只是发呆、散步，或者陪女儿看蚂蚁搬家。我还重新捡起了画笔，尽管画得不好，但过程让我感到久违的平静。
正是这些无用之事，悄悄修复了那些被耗尽的感受力。第三，我不再和别人比较，而是允许自己跟不上和不合群。我退出了2个爱攀比、聊八卦的同学群，不再追踪同龄人的成就进度，不想去的聚会直接拒绝，不想见的人委婉拒绝。遇到完不成的事情，我承认自己的局限性，而不附带任何愧疚、自责。就像书中所说的，做自己能做到的，原谅自己做不到的。结果，当我开始放自己一马，生活反而有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感。因为心态松弛，我的精气神都变好了。我接纳了自己的有限，停止向别人证明自己。我能更坦然地欣赏和祝福别人。作者一直在书中强调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更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生活。允许一切发生，才是幸福的开始。要知道，生活不是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地形复杂、充满变故的马拉松。有时你需要快跑，有时需要你慢走，有时甚至需要停下来，处理身上的伤口，补充水分。所以，在这个马年，愿我们都能活得松弛一些，自在一些。记住，你的心本就如野马一样自由，逼自己一把，只能赢得一场冲刺，但放自己一马，才能跑完整个人生。只要你爱自己，谁也剥夺不了你的幸福。